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超级无敌简单的牛轧糖做法。其实几年前呢就做过传统手法的牛轧糖，那个前段做意式蛋白霜的过程，真正给它有点麻烦。对于懒癌上身的懒主妇我太不友好了，影片都走向短影片了，食谱当然能越简单越好，但重点还是要好吃。今天这个超级无敌简单版的牛轧糖已经通过歪嘴鸡小孩们的认可，好吃啊，真的好吃，软硬度刚好又不粘牙。我自己是很满意这个成品的口感，有些市售的牛轧糖真的很硬，这个真的完全不会硬哦，而且浓浓的奶香跟坚果香真的超级赞。重点做法真的超级简单，赶快来备料。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荧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。首先先来介绍食材的部分，可以用普通的棉花糖，但更建议用低糖或是无糖的棉花糖。低糖或无糖网络都可以买得到，现在怕糖的人很多，但是又爱吃，就选择无糖的版本，甚至还有卖素食版的棉花糖。现在很幸福，材料选择很多。再来就是坚果的部分，看你喜欢哪一种坚果，就买低温烘焙过的，或是买生的干锅炒一下，还是烤箱烤一下都可以。我这个是夏威夷果，特别喜欢。最近在研究烤坚果，大家有兴趣烤坚果的食谱吗？有兴趣的记得在留言加1。没有夏威夷果的也可以用其他的综合坚果，或是你特别喜欢核桃啦，或是杏仁哦，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坚果来搭配。如果买的是生的坚果，懒得炒或烤的话，其实就是香气比较差一点也没有问题，但因为低温烘焙过的也不难买，直接网购很方便。如果想自己烤一下的话呢，可以用气炸锅或是烤箱哦，大概就设定摄氏150度，烘烤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，或是平底锅不加油小火炒，炒到有点香气出来就可以。奶粉的部分我用的是全脂奶粉，你也可以选低脂或是无糖的奶粉。然后奶粉的量跟硬度有关，量加的越多口感会越硬，建议可以先照我的配方试一次，之后再微调量。再来干果的部分，我用的是蔓越莓干，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，也可以用其他的果干，像杏桃干、芒果干，带点酸度，有个反差感，好吃。想做不同口味的，可以把部分的奶粉改成可可粉或是抹茶粉。抹茶粉的好坏差很多，我这个是日本若竹的，颜色跟品质都很好。奶油的部分我用的是草饲无水奶油，想要普通奶油、发酵奶油或是冷压椰子油、冷压酪梨油都可以。今天用来炒糖的工具非常简单，就是每天用来煮饭的电子锅，家家户户应该都有煮饭的电子锅，直接启动煮饭的功能就可以，或是有炒或是万能炖的功能都可以使用。我觉得用电子锅加热特别方便，启动了之后就免顾火，它会维持一个温度，也不怕加热过头烧焦。开启开关之后先融化奶油，奶油融化了之后就可以放入棉花糖，记得还是要翻炒翻拌哦。很快的棉花糖就会开始融化，记得不要用橄榄油，因为味道不适合甜点。翻拌到感觉棉花糖开始溶解，还是要持续翻拌哦，让它整体均匀的融化，不用调整火力，很方便，只要专心顾好棉花糖就可以。棉花糖几乎化了之后，就可以放入奶粉还有盐，我这个是玫瑰盐，加点盐可以解腻。接着快速翻拌，拌到几乎没有奶粉粉粒残留，这时候就可以关闭电源或是拔掉插头，再继续加热，有可能让牛轧糖口感更硬。接着放入其他的食材，坚果跟果干。再次提醒，这时候已经是关火的状态，就用锅底的余热来拌，把所有的食材融合拌匀。这时候糖很黏，如果不是用电子锅，也可以用不粘锅。如果用铁锅或不锈钢锅，耗材会很多，比较不推。直接戴上料理用手套，把整块牛轧糖更均匀的混合，甚至可以拉伸一下。这时候还是温热的，很好塑形。直接压入方形的模具当中，让它定型。我这个是不粘的模具，但是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铺上烘焙纸，否则等等取出糖会难一点。牛轧糖的表面呢，可以趁热压得更平整一些，这样等等切出来的形状会比较好看。因为这时候糖还是温的，比较软。整形完成之后，放入冰箱冷藏约30分钟，定型好就可以取出分割了。其他口味的做法也是相同的，我这个示范抹茶口味的，
换成可可粉就是巧克力口味，草莓粉就是草莓口味，变化很多。记得粉类呢要先拌均匀之后才关电源哦。如果你喜欢更硬一点的牛轧糖口感，可以这时候持续再加热不关火哦。因为每个人喜欢的口感真的不一样，我是比较喜欢软一点的口感，但软中还是有嚼劲的，甚至可以增加奶粉的分量，也可以让口感更扎实。如果材料还可以拌进牛轧糖，你可以自行再增添坚果跟果干的分量，有人就是很爱料很多的那种嘛。拌坚果果干的时候火力已经是关的咯，我们就趁着还有余热来塑形，让整体的料呢更均匀的分布。糖在温热的状态还是很有延展性的哦。趁热赶快入模定型，还是提醒一下，建议铺一张烘焙纸，到时候比较好取出糖分割。我这个是特别不粘的烤模，而且等等要用敲的才可以敲出糖，但真的很容易把模具敲变形，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铺一张烘焙纸安全。一样表面呢就是尽量压平整比较好看。最后放进冰箱冷藏室，冷藏至少30分钟定型。这个已经做了点手脚才比较好脱模，所以建议大家铺张烘焙纸好取出。牛轧糖可以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跟大小，然后记得用一支锋利一点的刀，切糖很顺手。可以先看一下它的侧剖面，满满的料，在家做就是可以用料实在，也可以确保食材的新鲜度。抹茶的口味也看一下，好美哦。再分割成适口的大小就可以咯。今天刚好没有买糯米纸跟糖果纸，建议大家可以包一下糯米纸或是糖果纸，甚至是烘焙纸，比较可以防粘黏。直接装罐也可以，但是要放冰箱冷藏，否则台湾的天气呢太潮湿了，怕糖果会粘黏在一起。如果想送礼的话，建议还是买糯米纸或是糖果纸，包一下效果更好。然后这个软硬度呢，我是觉得刚刚好，不过软不过硬，满满的奶香味也不粘牙。真的太满意成品了！爱吃牛轧糖的朋友，赶快来做一下，等你交作业咯。这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